女孩在泳池里嬉戏，谁知泳衣尺寸不对，扣子开了，她急忙伸手去扣，可手忙脚乱的，就是扣不上。周围的吃瓜群众忍不住笑出声。旁边的帅小伙见状，找到女员工想让其帮帮他。这时一位大妈朝他走过来，大妈动作利落的帮他把泳衣扣子扣上。女孩正想道谢呢，谁想到大妈突然来了个耳光，还没说话的女孩瞬间被打懵逼了。但大妈接下来的话让她更是一头雾水。大妈说她是女孩未来25年后的自己，来改变未来的命运。她坐着时光机从2038年回来的，坚称罗未来只要按她说的做，他们就能大展宏图，再创辉煌。面前这大妈和自己长得真挺像，但女孩心里打鼓不太信，所以她根本没当回事。大妈见状叮嘱她今天千万别开车，还说这么做会惹出大麻烦。可女孩不管3721，趁大妈不注意启动了车。见状大妈只能发出警告，记得别走高速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女孩不自觉回想起大妈的话，内心斗争了一番，最后她还是决定换个车道。哪知下秒旁边就是一声巨响，差点把她吓得六魂无主。回头一看，车祸就在身后发生了。女孩庆幸自己之前听了大妈的，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，车祸中的男人正是她未来的另一半。大妈之所以那么做，全是为了阻止她和那个男人的首次相遇。罗未来一转眼就到家了，谁知道那位大妈早已在那儿等着。罗未来心想这大妈得是个跟踪狂吧，吓得他赶紧报了警。大妈这才说出了只有罗未来才会知道的秘密。罗未来这才开始冷静下来，尽管这样他还是半信半疑。大妈只得掏出了一样和罗未来一模一样的日记本，对照了一番之后，罗未来总算是相信了大妈的话。他还是不懂大妈为啥找上自己。大妈说她来是为了帮忙的，帮罗未来挑个好老公。挑个好的第一步就是去参加公司的才艺大赛，只要能拿到冠军，就能赢得去济州岛度假村的旅行券。大妈心目中的老公正好在济州岛等着呢。罗未来按大妈的话去参赛了，在大妈的神助攻下，他居然赢得了第1名。从没坐过飞机的他激动的不行，而大妈告诉他，改变命运才刚刚起步，后头还有更多好运在等他呢。两人很快就抵达了度假村，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，大妈就递给他几本国考的复习书。可惜大妈没带来那中奖号码，而且他只有一次穿越的机会。罗未来在思考人生的时候，大妈已经在度假村到处找他心仪的好老公了。他心目中男人名叫朴世珠，是个未来的媒体大亨，不仅长得帅，对爱情还特别忠诚。可大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。罗未来趁大妈不在，偷偷溜到度假村的游泳池，在那儿玩得不亦乐乎。大妈看罗未来完全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气得不轻。他上前去给了罗未来一个耳光。一回到房间，未来就怒斥大妈，说他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他丢脸。大妈却坚称他是为了帮未来改写命运。但未来觉得呢，他现在的生活也挺好。大妈看他那没出息的样，真是气得想要炸了。俩人吵得越来越凶，大妈甚至气呼呼地告诉他。未来听后心都凉了。深夜四下无人，他带着绝望走向大海。这一幕刚好被不远处的朴世珠公子目睹，他好奇地想要弄清楚，就拿起摄像机开始仔细观察。同时间，未来却被海里的鱼儿吸引，想着这些小生命为了生存都在努力拼搏，他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，决心摆脱心中的枷锁。他开始脱下衣衫，轻解裙带。蒲公子看得脸红心跳，赶紧把摄像机放下，可他还是禁不住偷看。看着他跳入波涛之中，月光皎洁下，他与鱼儿一样摆脱了束缚，在海里自由游弋。真怪那皎洁的月光太迷人，让朴公子心中波澜起伏。第二天，未来睁开眼，发现大妈就坐在他床边。大妈泪眼责备未来不该去轻生。未来解释说他在海里见到小鱼儿都在为活着拼命，他也就决心要突破自我了。现在的他下定决心要改变。回公司那天，他直接把那些侮辱他的客户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然后他立刻向老板递交了辞职信。他本来打算听大妈的话去考公务员的，但反复思考后，他选择了当电视节目的编导，因为那才是他心中的梦想。同时，大妈假扮成他妈妈闯进了婚介所，连一句废话都没说，就让红娘把所有高素质男士的资料给他看。看完名单，大妈惊呆了，上面的男的将来有的会赌博，有的会诈骗，还有的涉及暴力犯罪。大妈只好从那些看似不怎么样的人中挑，没想到一看竟然发现惊喜，名单上有首富，还有富二代和官二代，这些男的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。大妈激动地让红娘给他复印这些成功人士的资料，那红娘看呆了，心想大妈这是真疯了。听说未来打算去电视台当编导，大妈急忙打电话想劝他别去，还说那个曾经毁了他一生的男人就在那儿，叮嘱未来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其实大妈以前的老公就是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她实在不想再见到那个男的。正当两人电话交谈时，未来突然出了个车祸，撞上他的正是他曾经未来的那位金信。由于是未来撞的金信，他着急得不行，想尽办法减少要赔的钱。未来马上装作腰受伤了，不料金信立刻看穿了他的伎俩，发现他想赖账，金信二话没说把他拉到警局去了。谁知道这时未来意外发现金信的驾照过期了，金信吓得脸都白了，
要是无照驾驶被曝光，他的事业就彻底玩完了。这时候他想到了未来，想起车里放着的电视编导的资料，于是他跟未来做了个交易，他保证帮未来在电视台找到工作，未来则帮他保密。很快未来就加入了电视台，同时朴世珠也隐瞒了自己财阀公子的身份，混进了自己家的电视台。由于未来撞坏了哥哥的车，为了躲哥哥，他也在电视台上班，结果误打误撞来到了朴世珠的剪辑室。朴世珠一眼就认出了未来，她正是他在海边一见倾心的姑娘。大妈原本想到电视台阻止未来的，结果见到他和朴世珠走在一起，她突然兴奋起来，没想到自己找了好久的朴世珠原来就在自己眼前。大妈把未来拉到了没人的角落，未来还以为大妈会因为电视台而大发雷霆，谁知道大妈竟然夸她干得漂亮，然后跟他透露了世珠是个巨富，说他将来能建立起一个媒体帝国，还能拥有动摇整个国家的力量。大妈还提到之前在济州岛的时候，世珠本应该和他命中注定的右京一见钟情，可现在世珠还是单身，这说明他们几个人的未来都变了。但大妈怎么也没想到，右京竟然已经和金信在同一时间相遇了。大妈再三叮嘱未来一定要追世珠，说完他还催着未来赶紧行动。未来离开后，大妈掏出了一张金信的照片，这边未来在音乐室找到了世珠，发现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写的剧本。未来心想自己的剧本写得一塌糊涂，连忙道歉，但世珠却告诉他写得很棒。他们选背景音乐的时候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挑了同一首歌。未来盯着帅气的世珠，不懂为啥有钱人会想做个摄影师。就在前几天，世珠跟奶奶说她要去电视台实习，打算隐瞒身份，从基层做起。奶奶嘱咐她体验完了赶紧回来接管公司，现在公司全被媳妇们掌控着，几个儿子全被媳妇给克死了。大妈给未来打了电话，没人接。另一边金信也联系不上未来。就在金信担心未来会把他无照驾驶的事曝光的时候，大妈突然打电话到了办公室，自称是未来的妈妈。金信赶到大厅，想让大妈帮忙阻止未来吐露他无照驾驶的秘密。看到25年前的前夫，大妈情绪爆发，把积压的委屈全都倒出来了。金信一脸茫然看着大妈，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他甚至以为未来和大妈联手来算计他。同时在另一头，未来回到他的办公桌旁，这时裴编剧走了过来，告诉他被炒了鱿鱼，理由居然是他过了青春期。未来失落的离开，强忍泪水的同时自我鼓劲。他正打算和金信告别，金信却突然泼了他一脸冷水。金信怒斥他是个骗子，说他拿他无照驾驶来威胁他。未来简直无语。世珠出现在更衣室来安慰未来，未来试图装作若无其事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了出来。金信得知未来是因为年龄才被裴编剧开除，这让他想起会长曾说过的话，他也是因为年龄被撤了主播职务。未来回会议室拿笔记本，却发现他被李 PD 的椅子压着，李 PD 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未来只能自己弯腰去拿。哥哥看到这幕很是火大，让未来快点走，说开完会他会帮他捡。未来正要走，金信叫住了他，问他有没有什么独家新闻线索。未来提议去采访那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贫困老人，大伙都觉得这主意古怪，但出乎意料的是金信居然同意了，还让未来做这个项目的助理。哥哥带未来去了餐厅，让他赶紧离开电视台，因为他不忍心看妹妹被人欺负。未来紧抓哥哥的手撒娇起来，哥哥嘴硬心软，最后还是让步了。回到家，哥哥让大妈第二天给他熬粥。大妈紧张地问哥哥是不是不舒服，哥哥有点尴尬地提醒大妈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叫自己欧巴。未来他们走进了文具店，他们打算采访一位生活困难的老人。金信信心满满地走上前，自我介绍说是个主播来采访，老人却不买账，一勺水泼头上，大家都吓傻了。金信不死心，想再试试，老人举起扫把跑他出去。正当大家不知所措，未来带来了一只狗，老人一看到狗心情好了些，狗狗走过去，老人态度软化，终于同意接受采访。这一幕过后，未来得以留在台里工作。又经康复回到工作岗位，他对每个男同事都很友好，递披萨直接喂他们。未来正想介绍自己，又经却问起了年龄，似乎嫌他显老。金信走过来时，又经立刻扑上去抱住他，一番茶艺秀后，未来感到比吃了2斤肥料还难受。又经转战剪辑室，想要引诱世珠，他有意露出性感的腿，财阀公子似乎会上钩，世珠却拿外套遮了上。又经毫不犹豫扔掉外套，世珠实在忍受不了，又经觉得没面子，正要顶嘴，未来把世珠叫出去了。他们门外说说笑笑，又经气坏了。未来和金信一起看采访片段，回忆金信说服老人的话，老人最后被打动。金信在未来身后指点，未来开始对金信有了好感。这一切被大妈看在眼里。大妈为了盯紧未来，在电视台找了个清洁工的活儿。她警告未来别和金信混在一起，因为金信他说是他命中注定的人，说金信会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又金好奇地问未来他和世珠是啥关系，未来回他说你不是有金信吗？又金只是笑笑，然后未来急忙找大妈想办法，如果又金把2个男的都勾搭了，他就啥也没剩下了。大妈跟未来说世珠的缘分和谁有关。晚上未来故意搭了世珠的顺风车，
一路上琢磨怎么用水能勾引住世珠，他喝了口水试试，发现这招不灵。未来提议去洗车，洗车机正给车喷水呢，突然未来把天窗打开了，回到台里，未来觉得特别尴尬。世珠体贴的给未来披了条毛毯，看到世珠也湿透了，未来让他也一起来盖。看到未来肩上的疤，世珠想起了那次在海边救未来的情形，那时候他就对未来一见倾心。未来和世珠聊得不亦乐乎，这一幕正好被经过的金信撞见。这时一个黑衣人启动了时间机器，金信被梦吓醒，梦见那次车祸被自己撞到的不是右京而是未来，而且梦里他们俩成了情侣。梦中未来的肩上还有个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金信在电梯里碰上未来，金信说了声不好意思，然后就拉下了未来的衣领。未来肩上的疤痕和梦里一模一样。未来大骂金信，问他是不是吃错药了。金信目送未来离开，感到难以置信。未来提议要去采访那些贫困的老人，节目火了，收视率超高。节目一结束，世珠就拉着未来，指给他看节目片尾上有他的大名。未来一激动就抱住了世珠，看着他们俩那亲密的样子，金信眼里直冒火。看来两位男士的较量要开始了。金信站在楼梯口，自己也搞不清今天怎么了。金信和右京吃午饭回来，看见世珠和未来在一块儿，他俩挨得那么近，金信心里那个火呀又冒出来了，冲上去对着他俩吼了起来。未来被吓得坐地上了。晚上未来和金信做了同一个梦，梦见他们俩在一起超亲密，结果被哥哥发现了，反对的厉害，两人都被梦吓醒了。过了没多久，金信的晨间秀那算命的嘉宾爽约了，编剧裴一吉遇上了大妈，早就听说大妈能遇见未来，一急之下就拉他上节目。谁知道一上来，大妈就直说金信未来的，丢了主播的饭碗，得靠老婆养活，老婆半夜累得搓破脚皮回家，他还不带同情的。这话吓得在场的人都慌了，金信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把节目结束了。这一幕爱算命的会长全都看在眼里。节目结束以后，未来追上大妈，问他刚才那话是真的吗？大妈对未来说，他穿越回来就是为了让未来选世珠。未来同时接到金信和世珠的电话，他俩同时约他出去。大妈说得自己选，未来心里挣扎的厉害，最后他还是决定去见世珠，约好了第二天一起去游乐场。世珠脸上露出了害羞的笑，大妈脸色苍白的走在街上。会长刚巧坐车路过，大妈在路边晕倒，会长及时救了她。医生跟会长说大妈身体老得特别快。会长问大妈为啥总往她身边凑，大妈说她能在梦里遇见未来。会长半信半疑的样子，大妈透露了世珠的真实身份，这下会长惊呆了。大妈建议会长把金信派往纽约，临别前他还告诉会长，3天后晚上10点得打开窗户往外看。另一边，世珠邀请未来到他租的公寓看微电影，未来认真的观赏世珠的作品，世珠满眼柔情的望着未来，还伸手帮他擦掉唇边的食物残渣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一下子暧昧到了极致。3天后的早晨，会长宣布金信因为工作失误要被调到偏远地方去，连带的人也得一起走。金信不仅没去成纽约，还害得其他人跟着遭殃。大妈决定伸出援手。几天后，大妈把金信叫了出去，给了他一把伞。伞刚到手，天就开始下雨了。金信觉得特别诧异，大妈给未来发了条短信，叫他带哥哥10分钟后站到最高的地方去。会长也照着大妈说的时间打开了窗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的高楼突然倒塌了。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这件事彻底让金信确信大妈的预知能力，会长也彻底被说服了。然后大妈透露说，第二天地铁憋曲站会发生一起火灾，可能会有超过100人受伤或死亡，他们可以抢先去现场拍下独家新闻，这样就无需被调派到偏远地区了。金信半信半疑，说如果真有这事得立刻去救人。世珠立马提出边救人边录制节目，大家听后立刻开始准备，制定起救援和拍摄的详细计划。不久，大伙儿就集结在地铁站，焦急地等待着不知何时会发生的事。这时，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一节车厢，接着他突然向车厢里泼汽油，随手一扔打火机，火苗顿时蹿起，车厢里火光四射，人群一片混乱。金信在地铁里紧追那个红帽子男人，未来也跟在后面边追边直播。当红帽子男人走投无路时，被金信追上，两人立刻扭打起来。大妈和哥哥都很担心未来的安全，金信急忙让未来先撤离现场。红帽子男人抄起一个锥形筒向未来砸去，未来一个躲闪不及，撞上广告牌，广告牌倒下，把他压在下面。金信见状立刻回头去救未来，可未来却嘱咐他别管他，坚持让金信继续追红帽子男人。另一边，世珠得知救火系统出了问题，紧急寻找到那个被锁住的水阀，想着未来可能被困在火场，他竭尽全力撬开铁链。金信跟着红帽子男人警告他，整个国家的观众都在看着他。被吓坏了的红帽子男人终于被警察逮住，金信一溜烟地跑回去救未来。在未来被金信救出的那一瞬间，世珠也终于打开了水阀，然后他急匆匆地去找未来。当他赶到现场时，却看到他们俩坐在一起笑得开心。世珠心里五味杂陈地走开了。事后世珠撒娇似的让未来帮忙按摩一下，他俩嘻嘻哈哈的。金信在一旁眼里闪过一丝复杂，
大家聚在一起举行庆功宴。未来走进包间，世珠和金信都邀未来坐在自己身边，哥哥也不例外，让出了自己的位子。未来面对3个男人，未来显得有点不知所措。他最后选择了沙发的另一头坐下。世珠立刻端上了满满一盘美食给未来，金信也赶紧拿起酒瓶给未来斟酒。右京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，酸的牙都快咬碎了。回到家后，未来和金信都想给对方打电话，两人借着上课的理由约好了第2天见。大妈偶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她立刻要求未来不要和金信混在一起，但未来回怼说他和大妈不一样。大妈只想着钱，太浅薄了。大妈眼里泪光闪烁，用颤抖的声音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和热情，但他明白婚姻不是凭梦想就能维持的。说完，大妈愤然离去。就在这时，未来的黑衣人穿越时空找到了大妈，大妈反应过来连忙逃跑。正巧一辆黑车驶来，是会长派人来找大妈的，他们无意中把大妈从危险中救出。大妈趁机向会长暗示她梦见了他的孙子，会长急忙追问梦境的详情，大妈故作神秘说现在还不能说。右京为了挖新闻，偷偷混进了财阀们的聚会，他意外地发现穿着得体的世珠，这才明白世珠原来是个大佬的孙子。聚会结束后，世珠私下里请右京保守这个秘密，特别是对未来，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把未来吓跑。第2天，未来和金信在一起约会了，世珠打电话过来了，他想请未来去他家吃饭。未来说他现在有别的安排。世珠问未来他在和谁一起，未来没直接回答，但世珠心里已经有数了。未来和金信到了公园，未来无意看到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，他突然想起大妈的话，说如果他和金信一起会有人命丧，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。右京知道世珠喜欢未来，他鼓励世珠要主动一点，还帮他出主意搞一场浪漫的告白。右京后来去了公司，他约未来晚上去酒吧喝一杯，但未来到酒吧的时候，看到一群人向他撒着花瓣，世珠拿着花蔓慢走了出来。未来正要接花的时候，金信突然出现了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金信看着好像要失去未来了，他气得不行，怒火攻心。他走到他们面前，对他们大加指责和嘲笑，然后愤怒地走了。未来追上金信想要解释，但金信太生气了，根本不想听。右京看着世珠一个人喝闷酒，他感到非常心疼。右京找到了未来，他让他给世珠打电话说清楚他们的关系。未来刚拨通世珠的电话，世珠就挂断了，不想听他说。然后金信把世珠叫到外面，金信说世珠只是个小摄影师，他根本不把世珠放在眼里。世珠只是冷笑了一声。金信走在路上反复想着世珠说的话，然后他打电话让人把世珠的简历发给他看。隔天，未来想找大妈帮忙解决节目上的问题，大妈警告他不按他的安排来，就什么都不告诉他。谁知道这一幕都被会长的摄像头录下来了。会长问大妈未来是谁，大妈撒谎说未来是他侄女，还说他是世珠喜欢的人。会长急忙给世珠打电话确认这事，世珠坦白说他确实对未来有感觉。会长决定要立刻见未来。未来正在街上找新闻素材，会长故意过来搭讪，问未来要去釜山应该坐哪路车。未来看了看站牌，帮他找到了要坐的车。会长正想问未来的父母是谁呢，就在这时公交车来了，未来赶紧推他上车，还热心的帮他刷了卡。看着会长挤在公交车里，助理赶紧叫人去追。之后会长给大妈打了个电话，说他觉得罗未来是个不错的人。右京在公司碰见了大妈，质问他为什么告诉金信去世珠告白的那家酒吧。金信的突然出现让世珠很受伤，大妈却说他做梦梦到右京和金信结婚了，叫他别再想世珠了。未来提出他想正式出道当编剧，还提出了拍摄鬼屋专题的创意。陪编剧说如果鬼屋节目搞得好，就正式让他当编剧，因为要营造鬼屋的氛围。栏目组建议未来自己一个人去录像，但未来不懂拍摄。李 PD 提出让世珠来教未来。世珠在教未来拍摄的时候，未来向世珠因之前的告白道歉。世珠好奇地问未来为什么会喜欢金信，未来说是因为大妈预言金信会是他的未来老公。世珠听完就笑了，他认为爱情不该只是因为别人说的一句话。晚上，大妈走在街上，感到太热就摘下了帽子，没想到路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。他匆忙找了面镜子，看到自己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，在这边一天竟然相当于1个月。他感觉自己在迅速变老。这时他哥哥突然出现了，大妈含泪对哥哥说他要阻止金信和未来在一起，还把自己穿越的事告诉了哥哥。哥哥以为他又发疯了，正要走的时候，大妈透露了未来肩上的疤痕是哥哥烫的。哥哥惊讶地回过头，那个秘密只有他知道。此刻未来和金信在鬼屋拍摄，金信发现未来的脚受了伤，他叫未来快去包扎，但未来为了出道坚持要留，金信只好仔细地帮他处理伤口。在另一边，右京邀请世珠吃饭，问世珠未来有没有说什么。世珠说未来似乎更喜欢金信，右京得意地笑了，但世珠说他绝不会放弃。黑暗中金信扶起了未来，两人在月光下对视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金信忍不住吻向了未来。这时未来想起大妈的话，如果他们在一起会有人死去。未来慌张地避开了金信。他们查看了房子原主人留下的日记，发现这里并不像谣传的那样闹鬼，其实是一对恋人的悲剧。
男主人因癌症受尽病痛，妻子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他，但男主人终于选择了自杀，不愿拖累妻子。妻子因太思念丈夫，也选择了死去。世珠在剪辑未来和金信的视频，当他看到金信准备吻未来，世珠心疼地按下了暂停键。哥哥回到家，坚持要做 DNA 鉴定，看看大妈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大妈二话不说拽下了几根头发。未来提议把鬼屋节目改成一个爱情故事，李 PD 不买账，直接解除了未来的编剧职务。大家都觉得未来太冤。3天后，哥哥终于拿到了 DNA 结果，证实了大妈确实是他未来的妹妹。哥哥回想起大妈说过的话，找到未来建议他换个台工作，然后又去找金信叫他远离未来。金信坦言他真的很喜欢未来，哥哥却告诉他，你这性格会让周围的人受累，并且你将来会遭遇不幸。未来找到金信，跟他说哥哥让他换工作的事。金信想起哥哥说的，冷淡的让他自己决定。未来看着金信的冷漠，伤心的走了。世珠知道了这事，找到未来，恳求他别走。未来被他的诚意打动了，他俩在超市对着玻璃吃着泡面。佑京刚好路过，看到了这一幕。第二天，佑京听到大妈和世珠通电话，偷偷溜进大妈的更衣室，翻出了大妈的日记，惊讶的发现和未来的日记一模一样。佑京看后完全震惊了。不久后，会长为了考察未来，假装成资助孙子上学的人，偶遇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大妈故意叫金信来吃饭，让他亲眼看着这一切。世珠看着门口的金信，心里暗暗窃喜。这时金信收到短信，调查得知世珠原来是会长的孙子。会长直截了当问未来，想不想辞职嫁入豪门，跟有钱人家的儿子结婚过轻松的生活。未来说那样会失去自己的梦想。会长又问他对世珠的感觉，未来回答说他只是个朋友。世珠急忙补充，人心是会变的。会长追问未来心里的那个人是谁，未来没直说，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在另一头，金信不懂为啥大妈总找他的茬。大妈回忆起那段日子，金信自从失去主播工作后，每日自暴自弃，自己每晚累得半死回家，却看他在沙发上闲看电视。他知道金信不会信他的话，就选择了沉默。在另一个地方，佑京还在翻大妈的日记，突然听到大妈的脚步声，佑京慌里慌张撕下一页日记，赶紧塞进口袋。大妈发现佑京手里的日记本，一把抢了回来。佑京试探性问大妈是否羡慕她嫁给世珠，大妈说那不过是她写的小说。第二天，佑京来到办公室，趁大家都不在，他用手机偷拍了未来的日记。佑京把撕下的日记页和照片发了出去，找人核实是否是同一人。鬼屋节目再试播，李 PD 在旁边激动的指挥。未来看着播出的作品，发现没按他的想法来播，不免失落。但是节目最后金信讲出了那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让李 PD 很气愤。此刻的未来眼眶湿润，泪光闪烁，他急匆匆想找金信，可金信已经不在了。他拨通了金信的电话，金信看着来电却没有接。开车路过公司，看见了外面的未来，金信想起哥哥的话，心里酸楚，悲伤的开车走了。佑京拿到了日记对比的结果，果然是同一个人写的。佑京找到世珠，把这事告诉他，还说大妈是从未来穿越来的。世珠笑问日记写了什么，然而他觉得这不可能。佑京失望至极。不多时，会长找到了大妈，希望他预言一下孙子的未来。大妈故作神秘说世珠会遇到波折，会长显然对这预言不满，让大妈继续做他的梦。大妈借机要求会长继续资助治疗，会长自然不会说不。未来通过各种媒体搜集新闻线索，调查出卖假酒的卡拉 OK。 未来换了新发型，装扮成求职者，还买了赋能录像的眼镜。他告诉大家打算去调查，大家都支持他的想法，但哥哥担心他安全有些反对。世珠主动提出要保护未来，哥哥问世珠会不会打架，世珠得意地说自己小时候打架从不输。哥哥高兴地抱住世珠，嘱咐他好好保护未来。看着三人欢笑着离开，金信心里酸了一下。世珠带着未来去了卡拉 OK， 教他如何用针孔摄像头拍摄。到了晚上，世珠把未来送回家，未来在门外忽然想起金信，金信停在一边，正默默看着他。第二天，他们得知地铁事件引起了轰动，还赢得了紧急理事会的奖杯，大家决定一起出去庆祝。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不爱凑热闹的金信独自留在屋子里。下午做饭时，看着妹妹和世珠在一起开心的洗菜，哥哥欣慰的笑了。夜幕降临，世珠整理东西，佑京来帮忙。世珠把带未来见奶奶的事儿交代给佑京，也希望佑京帮着未来在奶奶那说好话。佑京听了很难受。晚饭后，大家围着篝火坐，哥哥提议大家各说个秘密，金信说他先来，结果金信当众表白，气氛突然尴尬，大家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还好哥哥站出来解围，然后众人也跟着起哄。未来看着这一切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于是便一声不的起身离开了。金信见状急忙追了出去，金信解释说他真的很喜欢未来，未来却说他没感觉到金信的真心。未来按计划去酒吧厨房帮忙，他打算找机会进制假酒的后屋。金信向同事打探未来在哪个酒吧，大伙儿都故意避开他。编剧裴看出金信焦急，就把未来工作的酒吧位置告诉了他。金信到了酒吧，被服务生认出来，服务生说自己是金信的粉丝，
金信托服务生帮忙照顾在里面打工的妹妹，服务员一口答应，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后，金信选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，随时关注酒吧的动静。这时世珠来问金信为啥不去直接见未来，金信却问道什么时候将自己炒鱿鱼。世珠表示金信对他来说还有商业价值，做假酒的工人喝多了被人背出去了，未来毛遂自荐说他能去顶上。未来认真的调酒，但太认真了，引来了管家的注意。管家发现了未来眼镜的破绽，一气之下把眼镜摔地上了，然后把未来绑在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进来送酒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他赶紧打电话给金信，金信急忙联系哥哥并报了警。另一边世珠接了大婶的电话，赶紧派人去拖时间。这时未来想逃跑，却被那胡子哥狠揍了一顿。关键时刻，大婶冲进来用酒瓶子给胡子哥来了一下，然后解开了未来的绳子。警察也赶到了，把坏蛋带走。世珠恭喜未来这次搞的专题真成功，未来高兴的跟世珠击了个掌。看着手牵手的俩人，哥哥说俩人挺配。会长不太愿意播那假酒的节目，世珠和金信一起去说情，俩人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会长看出来金信也心动未来了，会长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小心思，然后会长问了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。听后俩人都不吭声了。晚上世珠带礼物去找未来，却听见未来跟哥哥说他喜欢金信，哥哥气得要疯，赶紧带着大妈把金信约出来，让大妈把事儿都说清楚。大妈看着忙着看 DNA 结果的金信，金信当然是半信半疑，大妈只好说出来，未来他们会结婚，结婚前金信会以亿万身价被 NTN 电视台高薪挖角，但那只是不幸的开始。金信不久就因为和经营部的争执被炒鱿鱼了，还背上了10亿的天价违约金。自此未来天天加班帮金信还债，但未来每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，金信却连安慰的话都没给他。哥哥实在看不下去妹妹这样辛苦挣钱，就建议金信去当小型宴会的主持人，可金信自尊心太强，死活不答应。他还沉溺于酒精自我麻痹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孩子的花费越来越多，未来也越来越受不了金信这种生活态度，他们俩开始频繁吵架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在大街上又吵起来了，完全没注意到旁边的孩子已经不见了。紧接着一声撞击声响起，他们的孩子就这样永远走了。听到这消息，金信的心也开始动摇。另一边，世珠向未来坦白了自己的心情。世珠说她比金信还要早喜欢上未来，未来不想耽误世珠，正想委婉拒绝，但世珠表明了态度，只有看见未来幸福他才会放手。未来约金信出来吃饭，这时候一个小男孩跑着跑着就摔了，未来连忙扶起那小男孩。金信看到这一幕，心想起那个因失去孩子而悲痛欲绝的未来，这一刻金信也开始害怕。未来回家了，看着睡在他身边的25年后的自己，静静地躺着，轻声地说自己会更加努力，不让他因为生活的不幸而回到过去。右京找到了会长，把大妈穿越的事情吐露了出来，没想到会长误以为是右京，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世珠的心。会长警告他，就算没有罗未来，世珠的结婚对象也不可能是徐右京。那晚，世珠叫未来出来提前祝他圣诞快乐，还跟他说自己就要走了。未来问他要去哪里，世珠没回答，只是把未来抱得紧紧的。正像大妈说的预言，金信收到了 NTN 电视台的请柬，金信约大妈见面，问他为啥不回到孩子出事那天之前，是不是有什么隐瞒他的大事。大妈点头了，但没说到底是啥事。世珠到了济州岛，在海边走着，回想起第一次见未来的场景，想起未来那灿烂的笑容，世珠心里波澜起伏。圣诞节当天，大家都知道金信请假和世珠辞职的消息，未来正感伤之际，手机突然收到金信发来的短信，叫他一起去餐厅吃饭。未来兴奋极了，未来到了餐厅，却看到金信和财阀家的千金坐在一起，未来只能静静坐在旁边，打电话给金信。金信看了手机没接，意识到这一点的未来很伤心，站起身离开了。金信透过窗户看着未来的背影，忍着心里的疼痛。未来一个人在街上泪流不止。第二天，未来找到金信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。金信说这是他给未来一个明确的离开信号，希望未来以后别缠着他。未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，金信却说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，会不惜一切想要得到她，所以他根本就没喜欢过她。未来心里受了很深的伤，转身泪眼婆娑地走了。心碎的未来只能躲进公司厕所，一边深呼吸一边平复心绪。洗漱完毕回办公室的时候，却看到领导们围着世珠。未来感到意外，他正想说话，哥哥就把他拉到一边了。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世珠是电视台的继承者。世珠把未来叫到图书馆，希望未来像以前那样对他，不要因为他的身份而变得生疏。俩人出来时恰好被金信撞见，未来和金信擦身而过，却都没理对方。过了不久，金信和财阀千金的约会照片被偷拍传上网了，公司里议论纷纷。未来看到后躲进更衣室默默哭泣，世珠来了，温柔地安慰他。未来情绪崩溃，抓着世珠的衣服。右京找到了大妈，抱怨他操控别人命运，牺牲别人幸福换自己的快乐。右京走后，大妈陷入沉思。未来回到家，听到大妈和哥哥谈话，质问他们为何瞒着他。
大妈只能坦白，孩子离开后，他们吵吵闹闹过了20年。在一次争吵中，未来情绪失控，金信对生活绝望，冲出门向马路中央跑去。就这样，金信离开了他。知道真相的未来痛哭流涕。第二天，未来和佑京一起外出录节目，这是他第一次当主编剧。佑京鼓励未来，信他能行。节目最终成功录制，众人认可了未来的能力，世珠也走过来表扬未来。就在这时，金信突然宣布了一个震惊众人的决定。话音落下，金信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未来急忙想追出去，可世珠却挡在了他面前。未来解释说，只是想和他道个别而已。世珠的紧张心情终于松了口气。未来追问金信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才决定走的，他说大妈已经透露了25年后的事，对于他说的伤人话十分抱歉。金信说他是为了自己的成功，和别人无关。未来强忍着泪水看着金信，金信微笑着感谢未来，感谢他从25年后回来阻止了他俩的关系，多亏了他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人生。他也真心希望未来和世珠能幸福在一起。离开之后，金信一个人坐在路边，心里五味杂陈，而未来则是心如刀割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世珠体贴地递给他的手帕，未来轻轻拿过来，看着世珠，未来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为金信哭泣。当晚，大妈打开他的笔记本，却发现记载的未来并没有任何改变，未来脚上应该有的伤疤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，这让大妈困惑不已。次日，未来到公司发现保安对他格外热情，女同事们也在私下讨论他和世珠理事的关系。世珠打来电话想约未来见面，但未来不想同事们误会，就提议在外面碰面。世珠说有个地方特别适合，家里大妈准备了满桌佳肴等着未来，却没想到世珠也跟着一起回来了。哥哥、大妈还有世珠和未来，他们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共进晚餐，聊天声音此起彼伏，就像真正的一家人。饭后世珠参观了未来的房间，他说这房间和他想的一模一样，很温馨，让他感到特别放松。他说着就倒在床上称自己太累了，紧接着就闭上了眼睛，看着熟睡的世珠。未来把可爱粉的大衣盖在他身上。哥哥在客厅里兴奋地跟大妈说，他越来越觉得世珠挺不错的。世珠打算给未来买件衣服，他让未来喜欢什么就拿，全部买给他。未来打趣的回应，可别后悔，毕竟女生的衣柜永远不嫌多。就在这时，世珠瞥见金信和那位财阀千金也在商场里，他借口说现在没打折，急忙拉着未来离开。未来笑说有钱人真小气啊。世珠急忙提议换一个更高级更贵的店，但未来却领着世珠去了东大门。他们一起试帽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未来给世珠挑了一件帅气的男装，世珠委屈地说自己的衣服已经够多了，他本来是想给未来买衣服的，未来却说这衣服是要送人的。世珠紧张地问是要送给谁，未来笑着回答当然是他的哥哥。同时在另一边，哥哥穿着大未来给他买的新衣服，来到高级餐厅。当他得知其实是来给自己相亲的，从没谈过恋爱的他紧张地想逃，但还是被未来硬拉回来。看着哥哥在相亲，大未来的眼里闪烁着泪光。做了这一切的大未来准备坐上时光机回到他的未来，但那个黑衣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操作。大未来立刻感到不对劲，他一把夺过操作手册，急切地问自己为什么脚上没有伤痕，日记内容也没有任何改变。黑衣人只好坦白，他说回到未来的大未来不会有任何改变，他只是改变了这个时空的未来，因为大未来和小未来实际上并不在同一个时空里，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。听到这里，大未来把手册扔了，他慌乱地跑出了时光机。大未来疯狂地在路上奔跑着，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未来。此刻世珠正握着未来的手，准备陪他一起回家。未来回忆起那次去济州岛的旅行，他险些被大海吞噬，幸好有个人及时救了他，但他一直没能找到那位救命恩人。世珠轻声告诉未来，救他的人就是自己。自从那时，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他，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关注着他。未来听后感动不已，世珠掏出精心挑选的戒指向未来求婚，看到未来并没有拒绝，世珠温柔地拉起他的手，将戒指戴上，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。另一边，金信审视着合同的条款，上面赫然出现如有违约，将赔偿双倍违约金的条款。金信回想起大未来的警告，即使心有不甘，金信还是签下了合同。大未来找到哥哥，把黑衣人的话告诉了他。哥哥坚持让大未来不要把真相告诉未来，希望他能和世珠一直幸福的在一起。第二天，世珠带着未来参加了一场财阀的聚会，本以为未来会不喜欢这样的场合，没想到他高兴地表示，他很好奇世珠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。正当两人走进宴会厅，碰到了金信和那位财阀千金。世珠故作自然地抓住未来的手，自豪地介绍她是自己的女朋友。用餐时，世珠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财阀千金对金信情有独钟，甚至打算和他订婚。听完这消息，未来找借口离开了座位，去外面透透气，没想到居然遇到了金信。未来好奇地问金信过得怎样，金信表示一切如你所见。未来笑了笑，说你们俩挺般配的。未来走后，金信终于放下了自己的伪装，泪水滑落他的脸颊。看到未来离席归来，世珠立刻站了起来，询问未来去哪里了。未来没吭声，
只是满眼温柔地望着世珠。回家后，未来对着25年后的自己说：“真的感谢你穿越回来，改变了一切。”那个男人现在的他比以前好太多。大未来心里觉得自己伤害了不少人，但他还是没勇气把真相考试未来。第二天，未来看到一个男人身上挂着血书，他只想为死去的儿子讨个公道。使用太极集团生产的加湿器里面的杀菌剂造成了他2岁大的儿子肺部受到严重的伤害，不幸死亡。太极集团在媒体界有着庞大的影响力，势力庞大，导致没哪个电视台敢播他的冤情。未来准备离开时，发现有2名记者在采访他。一看到记者包上的 NTN 标志，未来马上就知道这和金信有关系。他赶紧给大未来打电话，问为啥金信会欠下那么多债。大未来解释说，金信因为播了那些上头不让播的新闻，才会遭此下场。结果就在今天，财阀千金警告金信别插手这事，否则他就会一无所有。金信不明白为何做正确的事，反而会导致自己陷入困境。那位受害者跑去电视台找金信，因为他相信金信是个有良心的记者，希望金信能帮忙播出他儿子的事情。金信想起那财阀千金的话，最终还是决定转身离开。晚间新闻即将开始，画面上不断更新着因为杀菌剂造成的受害者消息。金信深吸了一口气，节目快结束时，他还是把太极集团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的危害说了出来，报道了有20多人严重肺损伤甚至死亡的事实。大家都对金信的举动感到震惊。未来找到了他的同事们，他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让这个新闻播出。经过未来的诚挚劝说，同事们都答应了，决定支持未来。未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世珠，但因为太极集团是电视台的金主，世珠不想跟他们作对，这让未来感到失望。世珠问他是不是因为金信，未来说他不能见死不救，支持正义的媒体人也是你的梦想，对吧？未来离开后，世珠开始思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。最后他拿起电话告诉未来尽管去做。会长看了节目后气得不行，对世珠大吼大叫。没想到世珠直接递上辞呈。会长找到未来，告诉他离开世珠，他认为是未来影响了世珠，并警告他不同意的后果就是让金信在这行没法混。他以为未来会屈服，但未来霸气地表示说他才不分手，还说一个人的心不会因为权力压迫就受到动摇。当天晚上，未来请世珠到家里，给他准备了一桌好菜。世珠说他打算去国外留学，他不想在奶奶的庇护下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想提升自己，做出有意义的内容。世珠希望未来跟他一起去，但未来说他想要分开一段时间，还说一直以来接受他的付出，自己也想为他做点什么，想要多一些时间，能成为帮助世珠的人。说完，未来摘下了求婚戒指。世珠笑了笑，抓住了未来的手说，还是留着吧，他的心意不会变。未来站起来倒了杯茶，世珠从后面抱住了他，未来握住了他的手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黑衣人带着好消息来了，未来金信靠心肺复苏被救回来了。大妈打算回到未来，金信也离开了公司，他的做法赢得了大伙的尊重。金信走出办公楼，未来就在外头等着他。未来把大妈要走的事儿告诉了金信，还说大妈的孩子金信还活着，但他还是决定不和他复合，毕竟谁会想和个欠了10亿的男人一起呢？金信笑着摸了摸未来的头。时光飞逝3年后的平安夜，未来已经成了个大名鼎鼎的作家，右京还请他上节目聊聊。正巧今儿是他新书发布的大日子，世珠结束了留学，提前回国，管家在机场等着接他回家。世珠却说他有别的地儿想去，哥哥结婚生子2宝，马上就要降临。金信在律师的帮助下赢了官司，10亿的债务终于能甩掉了。他在网上开了个节目，大家都挺喜欢的，收获了一大波好评。晚上，未来走进了书店，拿起了自己的新书，正要走向前台，金信也走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世珠也出现在书店里，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未来和2个男人擦肩而过，本想走的未来，忽然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急忙回头，眼前这2个男人让他感慨万千。这部剧就落下帷幕了。虽说开放式结局，但听未来和世珠的那番话，我猜未来最终还是会选